非有消息，联邦快递上个月在一份文件中表示，它的麦道11货运机队的退役时间将从2028年延迟到2032年。这一决定是因为在电子商务的带动下，航空货运市场出现了起色。美国联邦快递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货运航空公司，拥有各型货机471架。它的麦道11货机机队比较老旧，平均机龄31年，最老旧的一架现在已经35年。麦道11货机是3发飞机，油耗和保养成本都比较高。联邦快递希望通过引进新型的波音777-200货机来替换它。麦道11是上个世纪80年代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大型客机，最多可以载客410人，最远可以飞行12630公里。这种飞机有很多不如意之处，比如事故率太高，降落时速度太快等等。加之麦道与波音合并后，为了避免与767、777的竞争，麦道11仅生产了10多年，很快就停产了。但是因为它机身宽大，货机的货舱容积近600立方米，仅次于波音747-400、747-8和777货机，是大件运输的好手，所以退役后客运型也被改装为货机，也就是麦道 11F。 麦道11货机一般可以载货85吨，飞行6000多公里，包括汉莎、UPS、马丁货运、东航货运、长荣等都曾经运营过。联邦快递是这型货机的第一大用户，最多时拥有近70架，现在还有25架。因为该型机的能力强大，购置成本很低，所以每次除了燃油消耗之外，差不多全是利润。其实与昂贵的波音777-200F 相比，依然不算太差。但问题是，波音777-200F 货机也将在2027年停产了。如果现在不引进的话，今后将会非常痛苦。有鉴于此，联邦快递上个月还决定引进8架777-200F， 并且还要引进10架 ATR-72-600 货机，以实现综合发展。全球航空货运市场在2022年曾经高度繁荣，但疫情过去后，机腹货舱供应量恢复，航空货运开始走下坡路，一些航空货运公司陷入困境。联邦快递最近2年日子也非常不好过，丢失了几份大订单，机队过剩。疫情后，他大力削减老旧机队，麦道11、波音757-200在2023年和2024年期间共封存了57架，而且多年都没有给出新的飞机订单。但是机队削减后出现了转折，有报道说，去年第3季度联邦快递的快递部门营业收入增长了 17%， 同时联邦快递的跨境包裹数量迅速增长，去年第3季度增长了 48%。 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带动，电子商务现在全球迅速发展，比整装货物更具有潜力。所以联邦快递可能不会再大规模削减运力，今后除了正常更新换代之外，可能还会侧重于 ATR 机队和塞斯纳等快递机队的发展。它的远程投送力量依然会以波音777和767为主，但是麦道11也还有用武之地。联邦快递的麦道11目前已经退出了北京市场，但是中国飞友依然可以在广州等地见到它。它出现在广州的麦道11货机是从安克雷奇直接飞过来的，相信也可以支撑到2032年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